预售屋崩溃实录，这些设计合法，但会害你住到怀疑人生。先说结论哦，买预售屋最大的风险，现在已经不是房价了，而是交屋现场开盲盒。那个盲盒开起来哦，很夸张啊！夸张起来会有多夸张哦？今天这一集我会直接放那个网络上讨论的案例。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年收千万也能住社宅吗？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预售可能会遇到哪些合法但有病的状况。这一集很血腥哦，如果你手上有预售屋还没交屋，或是你正打算要买预售的话，我是建议你就不要看了，不然你要继续看的话，你高血压的药现在就要吃了哦。这是我整理了一些观众分享给我，跟我的那个脆上看的哦，预售屋交屋的悲剧。而且这些悲剧基本上都是属于没有办法改的，你知道吗？来，第一个排水管接粪管来你看这张图，这橘色的管子就是粪管，通常我们叫做污水管橘色的粪管。然后你看中间的那一张我框起来的地方，它的管道弯折处给它做这个样子，这不是90度吧？干这个还内凹，这一定会沉积东西的这代表说什么？就是只要有油垢、毛发、异物也不用日积月累，可能不用1个月就给你卡了好，卡住的话会怎样？来，恶心的要来咯，这个你自己准备一下3、2、1，噔噔粪水直接倒灌回你家浴室，我靠！你不要想说那个是楼上人的问题，我自己小心一点就好了，没有你想太多了。你以为家家户户都一根专属粪管给你通到那个化粪池，有什么可能？被人家塞爆了，不好意思，你家也会淹起来。这个就是人家讲说什么大楼不要买2楼啊，管道弯折处啊会有的问题。上面照样照常生活接小孩回家，小朋友小学回家该洗澡洗澡然后大便或者什么了，他这样按下去一冲，你底下的那个马桶就开始在喷，惨不惨？非常惨好，那你说这个设计有没有问题我跟你讲，你也不能说它有问题啊，因为你现在还是能正常使用呢那前提就是什么？就是你们大楼都规规矩矩的使用，就不会出问题了。妈屁嘞，就是会有人不规矩啊！我告诉你这个要毁掉一个马桶堵起来最快最合法，它也不是合法，它就会有人这样干而且这个出现的几率非常高，就是怎样往马桶去倒猫砂，这个是最多的。猫砂这个我八卦的时候我再来补充。来，那我们再来看第2张图你先看这张。刚刚恶心的已经过去了好，来你看这张好像没什么问题就2个人站在走道拍照这样你看不出什么。来，帅的要来了来你看，噔噔，这本来是要给你落地窗的他那个建商的文宣广告，他这里是落地窗然后现在改成小窗户是你能忍吗？我是现在怎么可以这么赶？然后你再看我划线的地方，房屋总价接近1000万，最后怎么样？这个窗的问题想要用5万元的礼券作为补偿这件事情就算了。我靠，才5万那这样啦一扇窗户我补给你10万你帮我开3面窗户落地窗就这样这个钱我可以付那有这样的。好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第3个案例，这个就比较还好了来，你有看出问题吗？来，我框给你，又来了管子乱窜。你在中庭管子乱窜就算了，阳台一堆管子，然后直接去挡住那个采光，有点奇怪啊。然后本来宣传第1页上写的是无限动距，他们无限动距有真的有但是你用管子给它挡一半是怎样？那再来你要知道，买预售就找大建商，不然就找豪宅建商。你看我刚才举的这些案例其实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叫做什么？不好意思，一切合法合规。它不合法不合规拿不到使用执照，你知道吗？它合法又合规啊，所以你找验屋公司来验，建商会不认，通常就是会大小声这样，然后你也拿他没皮条。你说不然就拒绝交屋啊我就跟你耗啊不是，你要跟谁耗？人家背后一整个法律团队，你要跟谁耗？最差是什么样？他真的愿意退钱给你然后把房子收回来换你不要了。你说奇怪，那为什么？因为你买的是之前的价格啊，你现在交屋发现惊喜的，你是2026交屋的，那你预售大概是什么时候买的？2023，你有没有看一下2023房价跟飙过一波以后，对不对？所以你会想要有这个房子建商说不然我退给你，你当时合约签多少我退给你这样他可以把房子拿回来继续卖嘛就可以卖2026的价格了嘛。
这个我们网络上都看很多了。我们刚才讲了，它并没有明显瑕疵，它都是合规的，它只是使用上没有那么细致、优雅、优美而已。所以就算你把建商给他告上法院，胜率也不高。好，那请问你真的让建商退钱了，你老婆小孩接下来要住哪里？还是你要再买更贵的预售？因为你今年买，现在预售价格又上去了啊，然后你怎样再来抽一次盲盒？所以我也不是说预售真的不能买，只是我会建议你优先挑选大建商。你要喷你等一下再喷好，为什么？因为有上市上柜的大建商啊，会比较在意口碑。好，你要喷你等一下再喷，我知道你快忍不住了会比较在意口碑，然后被消费者闹上新闻版面，隔天股票就跌多少。所以真的出状况的话，这种股票上市柜的大建商，他们处理的积极度跟诚意，通常会比中小型建商好很多。好，你等一下再喷我知道你要喷什么没有啊，那个叉叉叉建商跟那个叉叉规模那么大也是上市柜，他也是敢乱搞啊。所以呢所以你去买那个更没保障小建商你要你试试看。然后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案例如果你刚好是买方的话，我就会建议你说就团购团购什么律师就一起告了不然怎么办那集体行动。一个建案很多住户一起投诉，那建商面临的压力也会大非常的多，处理速度也会变快。过去有不少社区联名提告成功的案例而且集体行动除了法律效果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媒体曝光跟口碑上的压力。对好建商来说，品牌受伤比罚钱还痛。好，我知道又要喷了但是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嘛。你要讲什么谁谁谁被骂他也不会痛，就人家自己不爱惜羽毛，这我有办法而且大家人一多去摊那个律师费还是比较划算的甚至律师自己就是已购户，你知道那不用讲了就直接揭竿起义了，我来抓逃，因为我就是律师就这样。除了这个以外你说这种厌恶，我告诉你，公设点交也是一大堆法律纠纷公设点交可以点个1年2年的呢你当初是看说哇这个还有游泳池点不出来哇这个还有 K 书中心点不出来就这样。如果你真的很怕这种看不到的风险，中古屋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为什么？因为中古屋最大好处就是你看得到摸得到你闻得到你也问得到，你就问管理员或干嘛然后你可以说不要就不要，你看看你刚刚没塞，那你就换下一间了嘛。这个都比建商你去看建商画的图代销给你的那个图还要实际很多。大家年纪尤其是那个经验不丰富你看房地产的那个房子的墨线图就是黑黑的，全部都是黑跟白，然后就给你打叉叉一个方框里面打叉叉，你问这是什么这个东西看不懂的墨线图，看不出什么东西。那通常都会直接看什么建商的家具配置图，就他把那个沙发还着色还彩色好像水彩画这样摆给你看你以为看那个会准我告诉你哪边不准，看不到梁，看不到管梁跟管都是交屋现场以后真的会直接影响装潢的东西那中古屋就是你手心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去看中古屋，我们心里做什么打算？我们在寻找一间都没有毛病的中古屋，完美的中古屁耶！我们就是赌它有问题，我们就是最好它要有问题，我们才能杀价。我都去找到一间哇，这个屋况好成这样，哇，平价蹦蹦通常那个就像高雄这个在地的优良的建商，那屋况还真好我去看过什么？我去看过那个屋龄25年，它不是做深窗它是就窗户，那个窗户外面有什么东西没有就是一个窗台然后就直接风吹日晒雨淋了。它屋龄今年多少？它屋龄今年29，窗框没有漏水，我靠，妈真厉害啊！高雄的太阳这样子晒他妈29年，然后你要现在窗框漏水一个很普遍，中古屋去看都有，就是窗框嘛，窗嘛，对不对？它旁边会流眼泪黑黑的流2条窗框漏水我想说你这个快30年的屋龄然后一手屋主，然后哇居然窗都没事，这也太厉害了这就好建商还真的会有这种东西会怎样？它就不会便宜给你就这样。当然中古也有缺点缺点也是蛮多的，大部分都需要整理，但没差你去看我的 YouTube 频道会员的会员影片里我说在讲说不是有阿元看房系列吗？我就在讲说这个如果是我会怎么整理，我还去看废墟那个恶心的废墟然后那个我会怎么整理我就跟你讲了然后你可以拿这些东西去向屋主杀价，这样我买了之后你看我这个你漏水又壁癌，我要花多少钱去整理杀价杀，通常屋主都会同意。为什么？
你的整理你真有自己亲自下去整理过，你就知道50万可以把一间那个屋况有点问题状况的解的都差不多了。换句话说，这50万为什么屋主不出？他为什么自己在卖房子之前，他不去花这个50万，把这个什么漏水壁啊，全部都把它更新，然后什么电线抽换，全部都把它弄一次，然后来卖一间那个屋况超没问题的然后把价格再往上抬。我跟你说，就是他没钱啊，或是他有钱，他也不想整理这个啊，你要杀给你杀就这样，他能卖掉就好，他缺那笔大钱啊。所以我们去看中古屋我这样讲，他们心理变态，说屋况越烂越好，这个好像也不对。我也有去看过那种我完全无法处理的那钢筋裸露，我靠，那个你要我弄行但是我光找人来估价或什么，我就觉得麻烦，算了所以从风险层面上来看，我个人还是中古了。反正我都做中古嘛至少它的风险我看得到，而且我买一堆有的没的，那个虾皮都有卖，都不会很贵我买过最贵的仪器才1000多块，反正2000有找，是一个，然后上面有一根圆球，大家看什么？看漏水，就是你去看那个墙根处然后看它会不会显示哔哔叫，如果有这里面有水，我就知道了讲完了我整理一下，就今天我讲的预售屋常见却难以避免的交屋风险，包含让粪水会很容易倒灌的设计然后成品与图面不符，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设计逻辑，可是他们都合法那我先分析了为什么这些问题看似荒谬，可是建商依然能够取得实照，那合法又合规那建议你说你要买预售，你就尽量挑有那个上市柜的大建商会比较安全，反正就是这样，不要再嘴这个了。我当然知道这个大建商也是有那种上市柜大建商，负评也是一堆，我当然知道他要赔，他也比较有钱，你知道，不会说妈妈就跑路了那你如果无法接受这些不确定性，中古屋蛮安全的因为看得到摸得到，风险相对可控很多。光论风险这里，你当然说，哎呀，那个中古屋一下子就要拿头期款出来，然后还要装潢的钱，哪有那么多钱？那你就去看预售那你去看预售的话，你又不挑大建商，你又有点开盲盒，那就拼你的人品，拼你的运气吧如果你今天祖坟冒青烟其实也不用那么严重，就是你去挑那个豪宅线以上的应该都没问题，因为他们的营造啊、什么工啊、料啊都给你用最好的在那种等级、那种价格的房子已经不是跟你计较这个工钱或者怎么样，而是豪宅建商的品牌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以下哪种预售屋瑕疵最无法忍受？A. 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这会发生还蛮多的都说台风天就是最好的验屋公司嘛，台风天刮一次，那原本都没有问题的地方，原本下大雨都没问题的地方，偏偏是台风有雨还有什么？还有风突然这个就原形毕露了。2024就是这样啊2024那个高雄来了2颗台风，第一颗叫三陀蛾，然后就来说什么100年难得一遇。好，那个美术馆这里都淹水就淹水，我家楼下就淹，我都不能出去其实也是可以啊，出去也没什么问题啊。我家人还有出去去觅食去买吃的，结果跟我说他在路上，因为都河嘛他在路上捡到野生的乐事靠腰，那个全家便利商店也被淹然后门就打开然后那个洋芋片又飘出来还有这种事，然后紧接着又什么又来了海淹，我靠，这个也是说100年一遇，你老师就100年一遇，你可以1年之内来2个，好，请问哪个房子撑得住？所以我会说房子就是这样啊，房子就是什么？房子就是大型手工艺品啊，就这样不满意可接受就按那样啦选项 B 粪水倒灌淹到你家客厅，就我今天的例子了。C 说好给落地窗，结果变小窗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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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po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自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
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接。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保障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还有一题这个讨论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建商交屋以后坪数感觉会比较小这个东西有一个复杂的讨论，这是蛮复杂的讨论，就是说建商在盖房子他们 CAD 上画的图、送审的图都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样去定义一个房子的面积？他们算墙中心墙中心，墙怎么样？就是说你跟邻居中间那堵墙台湾的法规15公分，15公分厚15公分，15公分差不多就是30公分的一半嘛你自己低头看一下。好，那这个15公分墙中心什么意思？ 7.5 对不对？然后你从左边量到右边那就是左边有墙右边有墙好，那就是你从这里墙中心跟墙中心这样连起来，是不是这样插起来就是15公分了？设计师怎么量？设计师当然是雷射从这个墙帮你打到另一个墙它不是量墙中心那你看一整间房子的每面墙是不是都要扣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也是很常见的纠纷就是墙中心这一题。不过新房子还是有它香的地方，我说真的新房子就是你不太担心地震安全这里又有什么代云发工法跟什么施工监造的严谨程度的问题，但是总是新房子嘛，现在新的建筑技术法规的话不会允许你乱盖，建商可以乱盖真的可以乱盖，代价是什么？你拿不到实照，你不能卖那你是建商，你要去赌这个吗？就不愿意去赌了，所以一定最烂把它盖到合法合规那关于地震就好很多了嘛这第一点。然后再来是我个人认为最麻烦的，也不是说你验屋当下看到就傻眼，然后就跟建商告起来的那种东西而是什么？验屋通过了，那你装潢都给它装潢下去了都实木的地板都给它用下去了，然后那个墙壁也不是用普通便宜的油漆或水泥漆，你墙壁直接上微水泥，你都用到这种程度了好，结果2年3年过去的时候，缺失才出现。我跟你讲，那个更麻烦。为什么？因为只是它破坏你的装潢，就我刚刚讲的嘛，那个叫做百年难得一遇台风，我靠，然后水就拨进来从阳台淹进来淹进来后，你的实木地板全部都坏掉。来，我讲形象一点，因为我去看过那种房子就下大雨台风天，然后就这样吹进来，然后阳台的排水孔没有被树叶堵住，可是水下不去。为什么？因为楼下堵住了。楼下堵住了以后怎么办？楼下堵住以后，这个狂风暴雨就阳台慢慢淹，结果怎么样？结果就从那也不知道气密窗还是什么窗，就这样喷水涌进来，好，涌进室内的地板。那室内的地板，你想说赶快拿布把它塞住，不好意思，塞不住，那个水量太大了听说太大，它可以淹到整个客厅又通铺好，然后跟房间就是这样子淹，恐怖的来了。
它全部都做木作木作家具，都是建筑在它的地板上去做的。它不是说我那个衣柜啊，那个客厅电视柜啊，我都做好然后才来铺地板，把它铺盖过去，不是，它是地板先铺好，然后上面才，就是它的东西都建筑在它的昂贵的地板上。结果现在是台风天，他妈雨进来，全部泡掉。这不是说换地板而已的问题呢，这个是连你的那些木作家具那么昂贵了，要请师傅来做的木作家具都要 GG 了，你找谁？你能找谁？那你想说，哇靠，这也太惨了吧！我告诉你，不止地上有事，天花板也有事。为什么？因为楼上也这样淹啊，楼上的地板这样子淹他妈下来，客厅不会做防水啊。我再讲个八卦这个我当兵同弟跟我讲，他家做防水，他说他们有去做高雄某一个案子的豪宅案确实也是豪宅案。那哪个案子我就不讲，他说哇，不愧是豪宅他们家做防水他是怎样？就是说豪宅的防水从哪里开始做？从梯厅开始做。我靠，我说真的假的？从电梯梯厅就开始做，然后豪宅花起钱来就是不管了，你就做就对了所以怎么样？是全屋防水连那个电梯梯厅就开始做，然后做完整间就是你给我做就对了，全部都做防水，做到那个厕所还要重点照顾，那个粪管有什么，通通都要去管，都不是塑胶管管都要换那种叫什么静音管。静音管弄完以后，上面还在包隔音棉，隔音棉还不止包一层，然后每一种薄的隔音棉还要包2层然后验收才会过。所以你真的想要那个优良的居住品质的话，不好意思，在房地产的世界还是一样，那东西要1分钱1分货。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中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2邻居，对付2房东，对付2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